可以一口气追完的剧已经不多见了，电视剧版《少年歌行》算一个。看武侠剧一定要有回肠荡气的人物或者是爱情，在这部剧里让人能回肠荡气的是人物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先聊聊萧瑟吧。萧瑟出场时候是地处偏僻的酒馆老板，酒馆名字甚是风雅，雪落山庄，这名字在大雪天更是应景。他在这里当老板已经4年了。一个名叫雷无节的少年走出酒馆，也开启了萧瑟重回天启城的路。天启城是北离的京城，也是萧瑟的家乡，是他又爱又恨的地方。他的原名叫萧楚河，是当朝皇帝的6皇子，而且是最喜欢的一个皇子。但是4年前因为琅琊王谋反案，他被牵连贬为庶人，赶出了皇城。萧瑟天赋极好，文韬武略都是这一辈少年中的翘楚，还是叔叔琅琊王真传，颇有叔叔当年风骨。剧中武功1品之下都不能算是高手，而1品之上又分为4大境界，从低到高依次是金刚梵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和神游玄境。萧瑟17岁就已经入了逍遥天境，可是在他逃亡的路上遭到黑衣人的突袭，震断筋脉，一身武功全废掉了。这个黑衣人在萧瑟重回天启城找到了答案，他就是宫中5大奸之首大奸锦轩。4年后萧瑟重回天启城，在旁人眼里他是踏上了争夺皇位之路，实际上他还是为琅琊王谋反案昭雪奔走筹谋。琅琊王是萧瑟的叔叔，也就是皇帝的弟弟。当年继承皇位的卷轴上写的是琅琊王的名字，而琅琊王撕毁了那份诏书，昭告天下说诏书上写的是哥哥的名字，也就是萧瑟的父亲当了皇帝。可是当琅琊王率领琅琊军得胜归来，威望渐盛时候，就有很多拥护者重提当年登基之事。这件事不仅让皇帝惶恐，也让琅琊王做出选择。皇帝钦定琅琊王谋反，在法场上琅琊王自刎而亡。萧瑟不相信叔叔琅琊王会谋反，即使已经人去也要讨个说法，因此受牵连被贬为庶人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父皇是考虑到他在皇宫中会有更多危险，才狠心赶他出宫，只是他没有想到有人还是在半路截杀他。这样看来，萧瑟从小备受父皇喜爱，但是也招来太多嫉妒，由此带来许多危机。大皇子早夭，所以2皇子白王是实际上的长子，却因为一块糕饼中毒成了眼盲之人。而这块糕饼本来是萧瑟的，也就是说在萧瑟年幼之时就有人想害他。要知道，皇子眼盲不仅仅是身体残疾的问题，还意味着丢失了争夺皇位的机会。这下了毒的糕饼没有说是谁给萧瑟的。萧瑟端着一盘糕饼，看到二哥在湖边看书，就上前吓他一下，吓得二哥失手把书掉进湖里。二哥着急要去跳下去捡，萧瑟拦住二哥把书捡了回来。他准备吃糕饼，二哥拦住他，让他去洗手。他把糕饼随手给了二哥。同样是小孩子的二哥看着手中的糕饼，便想偷吃一口，没想到就这一口让自己的眼睛失明了。这件事情在萧瑟的心里始终是一个结，他知道这是二哥偷吃的结果，可这也是二哥替他挡了无妄之灾。所以在小神医来问他要不要答应医治白王眼睛的时候，萧瑟说可以医治，并且还让告诉白王。萧瑟和二哥白王的人生目标不同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，他们知道兄弟情，因为是兄弟，所以能医治，一定要医治。因为目标不同，终究不是一路人，所以这个情需要明确的说出来。萧瑟还二哥了。这块有毒的糕饼很可能是赤王的手笔。赤王从小就和萧瑟在争斗，不是萧瑟要和他斗，而是赤王不断的和萧瑟比较。在赤王眼里，他的母妃是父皇最宠爱的妃子，那么他就是父皇最喜爱的皇子了，而且他的功课也不错。可是功课方面他总是考不过萧瑟，因为有萧瑟这个第1名，他这个第2名就被皇子们嘲笑。父皇也更喜欢萧瑟一些，这些原因都成了他要和萧瑟争斗的理由，一直到后来争夺皇位。可是在他失败的时候，他说出了这一切的时候，萧瑟的话让他意想不到。萧瑟说，你只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自己活得不容易，可是谁又活得容易呢？你所在意争抢的一切都是我不在意的，我在意的其实是你一直都有。萧瑟在意什么呢？或者说萧瑟渴望得到什么呢？是皇位吗？当然不是。吴昕曾经告诉他，你到底想不想要做皇帝，可以坐在那把椅子上试试，看看自己当时的想法，就知道你到底想不想要了。
萧瑟坐在龙椅上说了一句没意思就走了。所以说皇位对于他来说根本不是内心最渴望得到的东西。在剑阁求剑的时候，天下第一剑天斩剑已经唾手可得，但是他不要了，因为这把剑认为友情爱情都是束缚，只有无情无义才可以拥有。所以萧瑟没有半分犹豫，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在他看来，友情爱情是人性中最温暖最珍贵的东西。他认识雷无节、吴兴还有大师兄等等所有人，让所有人都追随他，不是利益合作，不是地位的制衡，甚至不是他们的守护责任，而是他们都认定的那份情谊。萧瑟把所有追随他的人都视为朋友，并没有想过让所有人为他所用。在每一次危急关头，他想挡住一切，不想让身边的任何人受伤害。四大守护肩负着守护萧瑟的责任，可是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份责任相遇相识，而是因为彼此的欣赏产生情谊，然后才知道彼此身份。萧瑟之所以看重情谊，把情谊视为自己心中坚持的东西，也是有原因的。就像他对赤王说的那样，赤王拥有的不曾珍惜的东西，恰恰是他一生的遗憾，不曾拥有。他不曾拥有，一直渴望的东西是母爱亲情。萧瑟的母妃在生下萧瑟后就去世了，是皇帝宠爱的妃子。所以说皇帝先爱的是萧瑟的母妃，结果生下孩子就去世了，才有了后面娶赤王的母亲，宠爱备至。萧瑟一出生便没有了母亲，他只有在父皇那里可以感受到一丝丝亲情，更多时间是羡慕其他皇子可以去母妃宫中问安撒娇。萧瑟说，他有一次误入赤王母妃的宫中，赤王的母妃给了他吃糕点，还带他看了一下午的天空和云。或许这个细节被赤王发现，心生嫉妒，才会有后来那块有毒的糕点。这样脑补一下，似乎也是说得通的。正如萧瑟所说，庙堂还是太小了，还有比其更大的天地，而这天地之间最温暖的便是他渴望和珍视的情谊。